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他是韦斯克金融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是沃伦·巴菲特背后的思维导师，他是投资界必读书籍《穷查理宝典》的灵魂人物，他以直言不讳和斥责企业过激行为而出名，他就是查理·芒格。2023年11月28日周二，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医院，查理·芒格去世，享年99岁。而距离他100岁生日只有1个月之后，巴菲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没有查理·芒格的灵感、智慧与参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就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位。也有人称，巴菲特失去了最后的秘密武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家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多元控股公司。伯克希尔的经营范围主要以保险事业为主，包括物业、意外险、再保险以及特殊类保险。在他的管理下，从1965年到2021年，每年平均收益约为 20.1%， 几乎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倍。数十年的复利回报使他成为亿万富翁，也成为投资者们膜拜的对象。截止2023年11月，查理·芒格拥有约26亿美元的净资产。那这一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沃伦·巴菲特身后这个神秘的男人。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Zeke。1924年，查理·芒格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相对成功的商业人士。5岁的时候，小查理就开始经历大萧条，而这持续10年的大萧条对于查理的人生以及其后来的投资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过度投机、股价膨胀、信贷扩张，许多个人和企业都背负了过多的债务。另外，在奉行市场自由调节主义的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未能有效地对付股市的波动和信贷扩张，缺乏监管机制。这种高杠杆的金融环境使得经济系统异常的脆弱。时间来到1929年10月29日的周二，在一系列较小的下跌之后，投资者们开始信心动摇，引发了恐慌性抛售，导致当天股市大规模崩溃，股价急剧下跌。股市崩溃导致了银行损失惨重，引发信贷紧缩，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进而影响了世界的经济。而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二。大萧条导致无数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至历史之最，一度接近 25%， 大量人口失去工作，收入骤降，即使有的人保住了工作，也会面临降薪或缩短工时的情况。大量家庭陷入贫困，许多人甚至无法负担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很多失业者成为了流浪汉，他们不停地寻找工作机会或求助慈善机构。因此，经历大萧条一代的人往往会变得更加节俭和厌恶风险，这些特征影响了他们的余生。查理·芒格在投资决策中表现得十分谨慎，对风险敏感，以及追求长期的稳定增长。大萧条之后不久，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刚读完大二的查理应征入伍，加入了一个美国陆军空军兵团的军官培养计划。期间，他参加了新墨西哥大学的自然学和工程学学习，以及加州理工大学的力学、气象学的学习。二战结束之后，他申请了哈佛法学院的学习。1948年，在同届毕业生的335人当中，他是最优秀的12名毕业生之一。之后，他去了南加利福尼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除了律师工作之外，他还寻求别的赚钱办法，并控制支出。他开始投资股市，并在投资过程中获得股权。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美国是比较常见的。通过这些投资活动，他获得了宝贵的经商经验。1961年，37岁的查理第一次涉足房地产，他和合伙人用10万美元投资，获得了30万美元的利润。在不断的谈判和签约的过程中，他的商业触觉变得越来越敏锐。他通过投资赚到的钱都用于房地产开发，这样一来，他做的项目就越来越大。3年后，光是地产开发就给他带来了高达140万美元的收入。1959年的某一个晚上，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安排下，
两位未来的投资巨人在奥马哈的一个晚宴上首次相遇。查理是一位拥有深厚法律背景和多学科知识的智者，沃伦则是一位对数字和市场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年轻投资者。他们的对话很快就从寒暄转向了对投资的热烈讨论。共同的价值观和投资理念让这两个人一见如故。随着时间的流逝，查理和沃伦的友谊和合作愈发深厚。1978年，查理加入了沃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这个决定不仅仅是查理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未来埋下了辉煌的种子。想象一下，如果你在1956年给沃伦·巴菲特1万美元，今天他就能变成大概2.7亿美元，而这还是税后的收入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故事就像一部充满转折的传奇电影。这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在沃伦·巴菲特的手中，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巴菲特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购买这家公司的股份，公司资产从1964年的2000多万美元增长到了2001年年底的大约1600亿美元，股价从每股的7美元一度涨到了9万美元。2017年全球赚钱最快企业的排行榜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排名世界第3。而这家公司不断成长的背后，他们的投资理念十分值得关注。巴菲特的策略简单也很高效，长期持有和价值投资。他不仅关注短期利润，而是将眼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公司的利润并没有以股息的形式分发，而是被再投资，使得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本不断壮大。查理·芒格的加入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了新的活力。他和巴菲特在投资理念上不谋而合，他们的合作推动了公司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他们将投资的触角伸向了多个领域，如保险、食品、媒体，使公司的投资组合更加多元化。伍德斯托克原本只在美国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举办的标志性的音乐节，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则被誉为股东们的伍德斯托克，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前来。这不仅仅是一场商业活动，更是一场关于投资的文化盛宴。听取巴菲特和芒格的智慧言论成为了投资者们的年度大事。如今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已经是10万美元了，成为世界上最贵的股票之一。芒格一直坚持的投资理念有以下几点：一、长期价值投资，强调投资于那些有长期稳定增长潜力的公司，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这种长期视角使伯克希尔哈撒韦能够在市场的波动中保持稳定。二、内在价值与安全边际，他们专注于寻找那些市场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也就是具有安全边际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减少损失的风险，同时增加盈利的可能性。三、分散投资，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倾向于在某些行业投资较大份额，但他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四、简单与透明，芒格倾向于将事物保持简单和透明，他们避免复杂金融工具和难以理解的投资策略。五、独立思考，他们鼓励独立思考，不盲从市场趋势或投资热点。这种思考方式帮助他们在市场上保持清晰的判断。六、道德和诚信，他们强调在商业活动中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诚信。这种文化吸引了思维方式相似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另外，芒格的多学科思维方式对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曾说过，拿着锤子的人眼里都是钉子，所以他也打趣说，他所接受的多方面的学习让他避免成为掷锤子的人，避免单一的思维方式。如果您觉得影片还不错，请点赞、订阅或开启小铃铛。您的小小举动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芒格生前的美股持仓仅为4只，市值约为 1.58 亿美元。直至去世前，查理·芒格一直在巴菲特的身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仅是一位投资界大师，他还是一位深思熟虑、拥有广博知识和独到见解的智者。他的言论被编纂成书，如《穷查理的宝典》，深受读者们的喜欢。
被视为投资和人生智慧的宝库。查理·芒格的一生是对坚持原则、终身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最佳诠释。